提起东汉，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往往带着点温柔。光武帝刘秀温文尔雅，没杀功臣，还把将军们养得舒舒服服。很多人因此觉得东汉是个讲宽厚的温和朝代，其实不然。东汉也有一位暴君式的明君，他就是刘秀的第4个儿子，汉明帝刘庄。拿职场做比喻，刘秀是个带着大家打天下的神仙创业老板，年底发奖金，从不手软。底下人出了错，他笑笑说，下次注意。逢年过节还喜欢请老战友去家里喝几杯。而刘庄接班后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他是个重度强迫症患者，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每天拿着鞭子站在打卡机旁边，谁敢迟到1分钟，当月绩效全部扣光。更可怕的是，他还懂财务。公元57年，刘秀在洛阳南宫驾崩，29岁的刘庄穿上了龙袍，接手了大汉帝国这家刚刚挂牌上市的超级大公司。29岁，身体好，脑子快，但刘庄坐在这个位子上，手心里全是汗，因为他爹太完美了。在古代当接班人，最怕碰上一个不世出的奇才老爹。刘秀就是这种人，打仗能秀翻王莽的100万大军，治国能轻控伯父，连对老婆都挑不出大毛病。更要命的是，刘秀留下来的那个朝堂水太深了，底下的高管都是些什么人？云台28将的残部，加上各路盘根错节的开国元勋，这些人当年跟着刘秀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喝过战马的血，啃过树皮。他们身上的刀疤加起来比刘庄认得的字还多，随便扯下一个老头，资历都比新皇帝深。不仅是开国元勋，东汉的根基其实是各地的豪强地主。刘秀当年能打赢，靠的就是这些豪强带资进组，所以东汉这家公司地方豪强的股份占得很大。他们在地方上兼并土地，隐瞒人口，甚至私藏兵器。刘秀晚年曾经想查一查全国的土地数量，结果地方上直接搞出了武装暴动。刘秀不想晚节不保，最后合了稀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现在这个烂摊子交到了刘庄手里，刘庄上朝放眼望去，底下站着的不是老首长，就是叔叔伯伯，要不就是地方豪强在京城的代言人。这帮老狐狸们看着新皇帝，表面上磕头喊万岁，心里盘算的却是，当年我在昆阳城下玩命的时候，你小子连液体都不是呢，现在想管我们。这种隐形的蔑视是所有2代接班人的噩梦。刘秀活着的时候，能镇住这帮骄兵悍将和地方豪强，靠的是一起扛过枪的革命友谊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将领犯了法，刘秀能亲自去大狱里把人捞出来，拍拍肩膀说句下不为例，将领感激涕零，回去继续替他卖命。豪强闹事，刘秀恩威并施，大家给他面子。刘庄心里清楚，这招自己用不了。他没有在战场上救过他们的命，也没有跟他们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如果他也学他爹玩宽厚，这帮老狐狸不出3天就能把他架空，把他变成洛阳宫里一个只会盖章的高级印钞机。感情牌打不通，那就只能打规则牌。刘庄直接撕毁了他爹那套柔道治国的剧本，从抽屉里翻出了另一套管理工具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后来的文人用4个字评价刘庄的治国风格：察察为明。说白了，就是把显微镜当眼镜戴，凡事讲规矩，讲流程，讲数据，谁也别跟我谈交情，咱们只看考核指标。他要把大汉朝堂这个原本充满了人情世故的江湖，强行改造成一台没有感情齿轮、严丝合缝的精密机器。谁敢在这台机器里卡壳，他就直接把谁碾碎。新官上任3把火，刘庄的第1把火没烧在兵权上，也没烧在后宫，而是烧在了大汉朝的财务报表上。
刘庄这个人是个标准的学霸，他10岁就能通读春秋，精通尚书。尚书里保留了大量关于古代土地、赋税、人口、地理的硬核数据，这培养了刘庄一个让所有官员头皮发麻的特质，他对数字特别敏感。汉代有个制度叫上计，每年年底，地方官要把这一年的户口、垦田、钱谷收入写在竹简上送到京城来对账，这就是1年1度的大年终总结。以前的地方官进京汇报工作喜欢玩文字游戏，比如汇报今年收成，就写谷物丰登、百姓安业；汇报灾情，就写略有水患、不务农时。至于具体数字，往往大笔一挥，做一笔糊涂账，大家心照不宣。只要地方不造反，朝廷也懒得深究。到了刘庄这里，这套糊弄学不管用了。刘庄不要形容词，只要数字。某天早朝，一位郡守呈上了今年的上计竹简。刘庄翻开竹简，目光在一排排墨迹上扫过，他脑子里像装了个算盘，瞬间就把几个核心数据勾连在了一起。你报上来的户口数比去年增加了2000户。刘庄敲了敲竹简，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大殿里听得清清楚楚。回陛下，正是臣至下政通人和，流民归乡。郡守赶紧接话，准备背诵早就写好的歌功颂德稿。刘庄没理他，继续说，按照汉律，新增2000户，对应的人头税和田租应该同步增加。为什么你报上来的钱谷入库数字只比去年多了1成？剩下的钱去哪儿了？大殿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底下的郡守额头开始冒汗，支支吾吾地扯一些年筹不好折号较多的理由。刘庄冷笑一声，他不喜欢废话，账算不清楚就敢来朝堂上报喜，当朕是傻子吗？刘庄抓起手里的竹简，直接砸了下去，木片砸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拉出去打。这不是恐吓，这是真打。刘庄不搞什么刑不上大夫那一套虚礼，他直接让执法官员在大殿外面把人拖出去，按在地上打棍子。官员报错了一个数字，或者报表逻辑不通，直接就在朝堂外挨揍。打完之后，账目发回重做，查出贪污或者隐瞒土地的，该下狱下狱，该流放流放，绝不手软。从那以后，大汉的朝堂风气全变了。以前刘秀在的时候，朝堂上的气氛是宽松的，大家出了错还能磕头辩解2句，指望老皇帝心软念旧情。现在早朝的时间定在天还没亮，寒风中官员们站在大殿外排队，手里死死捏着自己的账本，每个人上朝前都要把昨天的数据背个滚瓜烂熟，生怕哪个小数点背错了。被龙椅上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的老板揪住小辫子，当场拖出去吃棍子。官员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大汉公司的企业文化彻底翻篇了。洛阳宫的朝堂上，大汉的官员们猛然发现，以前那个喜欢请大家喝酒聊天的老皇帝不见了，龙椅上坐着的是一个随时准备挑刺、对数字过敏的审计署长刘庄。查完账，把大汉公司的财务大盘死死捏在了自己手里。但这只是个热身，账目清了，不代表干活的人就听话了。他真正要做的是让整个帝国的行政系统完全按照他的生物钟和强迫症来运转。他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微操治国。在东汉的官僚体系里，有一个部门叫尚书台。西汉的时候，尚书不过是个在宫里管档案、帮皇帝整理竹简的小秘书，地位不高。但到了光武帝刘秀手里，为了不让外朝的宰相权力太大，他开始把核心机要业务往内廷转移。尚书台的权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成了实际上的大汉帝国决策中心。能进尚书台当官的，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履历光鲜，
饱读诗书，平日里出门坐着高车大马，百姓见了都要退避三舍。按理说，皇帝对待这些核心智囊企业的高级合伙人总得客气点，大家关起门来商量国家大事，讲究个君臣体面。刘庄偏不给这个体面，在他眼里，没有什么高级合伙人进了尚书台，你就是个给他输出文件的打字员，一台用来执行旨意的肉体机器。既然是机器，卡壳了就得修，修的办法只有一个，敲打。当时没有纸，公文全写在竹简上。如果一个尚书在起草诏书的时候手一抖写错了一个字，或者去仓库核对物资报上来的数字差了几担粮食，哪怕只是皇帝交办的任务动作稍微慢了半拍，在别的朝代，这种事儿走个流程，长官驳回重写，御史台写个折子弹劾一下，罚3个月俸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大家都体面。刘庄不走这种墨迹的司法程序，不用喊大理寺，也不用叫廷尉，旁边的殿中侍御史和带刀卫士早就熟练了这套业务，他们立刻冲上前，一把揪住这个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穿着昂贵丝绸朝服的高官，像按小鸡一样直接按在大殿冰冷的地砖上，扒下裤子，拿出行刑用的竹棍，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抡圆了胳膊直接开打。大殿里鸦雀无声，只剩下竹棍接触皮肉的闷响，还有那些读了一辈子《论语》的高官们因为受不了剧痛而发出的惨叫。这还不算完，打板子是个技术活，因为知道这些尚书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今天挨打，明天说不定又复职了，所以有时候下手会有分寸，雷声大，雨点小，放点水。刘庄坐在台阶上面，眼睛毒得很。他一看这卫士没下死手，火气更大了。他不光罚那个放水的卫士，有时候急眼了，这位拥有四海的大汉天子会直接走下龙椅，撩起宽大的袖子，从卫士手里一把夺过竹棍，亲自上去抽那个趴在地上的官员。史书上把这个动作写得很直白，帝乃亲自笞锤。你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一个30多岁的帝国最高统治者拿着一根棍子在大殿上亲自殴打他的核心机要秘书，面子、尊严，儒家倡导的刑不上大夫，在刘庄的棍子底下全都不存在。那段时间，洛阳宫的尚书台成了官员们的噩梦，宫墙外面路过的人经常能听到里面传出高级官员被打得嗷嗷叫的哭声。刘庄就是要用这种最原始、最难堪的皮肉之苦，打掉文官集团的傲气。他用这根棍子告诉所有人，这朝堂上只有一个主人，你们全都是干活的打工人，干不好就挨揍。光靠棍子打，只能让人怕，不能让人服。刘庄能镇住场子，让官员们不敢有怨言，还因为他在业务能力上超越了所有人。他是一个细节控，一个长着肉身的大数据终端。东汉13州，100多个郡国，刘庄的大脑就像个硬盘，里面分门别类地装满了全国各项核心数据。南阳郡今年的冬小麦亩产量是多少？边防重镇渔阳郡的军马存栏数还剩多少？甚至洛阳城里东西两市的布匹和盐铁均价，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不是天赋，这是每天看报表硬背下来的。有了这个数据库，刘庄在朝堂上查起岗来简直是降维打击。到了年终岁尾，一个地方太守进京述职，满面红光地站在大殿上，刘庄坐在上面不动声色，随口抛出一个问题：今年颍川郡的粮食收成如何？太守赶紧作揖，回陛下，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刘庄接着问，既然丰收，为什么颍川郡上报的赈灾耗费比去年多了2成？丰收了还要多花朝廷的赈灾钱，钱去哪儿了？太守瞬间卡壳了，双腿发抖，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滴。
他以为皇帝只看总账，哪知道皇帝连分项支出的比例都算过了。刘庄根本不给太守编瞎话找借口的时间，他在调出邻郡的数据进行交叉比对，查出账目有问题或者是欺上瞒下，一句话不用多说，直接脱下太守的官服，免职下狱，交由廷尉严加审问。在这种高压的交叉询问下，地方官进京汇报工作和上刑场没什么两样。每天上早朝前，官员们躲在宫门外的马车里点着油灯，拿着厚厚的账本疯狂背诵各项数据。大家互相提问，互相折磨，生怕一会儿皇帝随口一问答不上来，轻则在大殿上脱裤子挨板子，重则直接掉脑袋。整个大汉的官僚系统硬生生被他逼成了一群人肉计算器。糊弄学在汉明帝一朝彻底失去了生存土壤。刘庄敢这么往死里逼手下人，是因为他对自己下手更狠。在职场上，最让人绝望的不是老板脾气大，而是老板精力旺盛且不需要休息。刘庄就是个工作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天边刚有点鱼肚白，他就坐进书房开始批阅全国各地送上来的公文。汉代的公文全是竹简，一车一车的往宫里拉。刘庄不嫌累，一份一份仔细看，从不假手于人。看完了还要做批注，发现问题还要把官员叫来当面核对。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晚上。史书上只用了4个字记录他的作息：以夜计日，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在没有电灯，连蜡烛都是奢侈品，只能点油灯的汉代，熬到这个点睡觉。第二天还要起大早继续上朝，这种工作强度就是在拿命熬。老板自己不休息，手底下的人谁也别想按时下班。上书台的灯火每天都要亮到半夜，官员们熬得两眼通红，还得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因为指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小黄门就会跑过来传旨：陛下刚才看竹简发现了个错字，让某某上书立刻滚过去解释。在这种疯狂的微操下，东汉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3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变成了尴尬的摆设。西汉的时候，丞相权力很大，能跟皇帝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国家大政方针，皇帝还要虚心听取意见。就算皇帝犯了错，丞相还能硬顶回去。在刘庄这儿，3公上朝就是个人形立牌，提建议，刘庄脑子转得比你快，规矩定得比你细，你提的建议他根本看不上。人事任免权，刘庄连一个县令的数据都要亲自过问，提拔谁，贬黜谁，他心里早有本账，根本轮不到3公来推荐。刘庄一个人把大汉帝国的 CEO、CFO、库的活儿全包圆了。3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刘庄批完所有的文件，做好所有的决策之后，他们按规矩在上面盖个章，走个合法的过场。这就是刘庄要的朝堂，没有派系斗争，没有互相推诿，没有繁文思节，只有一个绝对清醒的大脑和一群只会执行命令的手脚。洛阳的官僚系统在这台人肉鼓风机的驱赶下，褪去了开国初期的慵懒和人情世故，爆发出惊人的行政效率。文官不敢贪污，武将不敢跋扈，所有的指令都能在第一时间毫无保留地贯彻到底。谁敢有一丝懈怠，大殿地砖上的血迹就是前车之鉴。刘庄看着这台被自己调教的严丝合缝、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机器调试完毕，该干点正事了。他要把这套沾着血和汗的行政效率用在一个被搁置了整整60年的超级大工程上。这个工程关乎几百万人的生死，连他爹刘秀活着的时候都没敢碰。他盯上的是大汉版图上最棘手的一块脓疮——黄河。黄河这事儿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而且是个烂了60多年的超级烂摊子。早在西汉末年，大概是汉平帝到王莽篡汉那会儿，黄河就在今天河南一带的魏郡、清河郡之间决口了。那次决口可不是闹着玩的，黄河水跟脱缰的野马一样，直接往东南方向冲，硬生生夺了汴渠的河道。这一下，整个中原东部全泡汤了。兖州、豫州大片肥沃的农田变成了烂泥塘，当地老百姓原本是种麦子的，现在只能卷起裤腿在水洼里捞鱼摸虾，勉强糊口。60多年下来，中原地区因为水患人口锐减，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这事儿严重吗？当然严重。大汉的赋税一大半指望着中原的粮仓，粮仓变成了澡堂子，朝廷的钱袋子就瘪了。那为什么没人修？因为修不起。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王莽被赤眉军赶下台，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抢地盘，谁有心思去治水？后来光武帝刘秀骑着牛上了战场，花了一辈子时间，好不容易把各路军阀给平了，大汉帝国才算勉强凑齐了拼图。刘秀晚年天下刚安定，国库里穷得跑老鼠，老百姓还在休养生息。这种动辄要征发几十万人，砸进去1000万担粮食的填海造陆级别的大工程，刘秀就算有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坑就这么一直流到了刘庄手里。到了公元69年，永平12年，刘庄觉得时候到了。经过他这10来年的高压治理和强迫正式的盘点查账，大汉国库的钱粮终于攒足了底气。中原的黄河水多流一天，大汉的 GDP 就少1块。刘庄是个算账的高手，这种赔本的买卖他不能容忍。修黄河不是拍脑袋就能干的，得找个懂行的包工头。刘庄在朝堂上扫了一圈，那些只会背数据的尚书们干不了这活。他从档案库里翻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王景。王景是个水利专家，之前在地方上修过几个引水渠，干得不错。更重要的是，王景这个人是个实干派，不爱扯皮。刘庄把王景叫到洛阳的宫里，没有动员大会，没有虚情假意的关怀，刘庄直接抛出了他的计划，并附带了全部的资源倾斜。黄河决口60多年，中原百姓受苦太久，刘庄把一卷关于水利的图纸推给王景，你去治，要钱，国库拨，要人，朕给你，这不是随便说说。刘庄这次下的本钱大得惊人，为了修黄河，他一次性调拨了数十万民工和士兵，交给王景指挥，同时国库的钱粮敞开了供应。据记载，这次治河耗费的钱财数以百亿计。在东汉初年的财政状况下，这几乎是倾举国之力的一场豪赌，拿了资源就得干活干不好。刘庄的棍子可不认人，王景接了军令状，带着副手王吴和这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治水大军开赴到黄河前线。这可不是现在修大坝，没有挖掘机，没有混凝土，也没有卫星定位测量，全靠人工木头、泥土和石头。王景的治水方案不是堵，而是疏导和筑堤并举。简单来说，就是重新给黄河梳理一条安稳的河道，然后在这条河道两边修起高高的城墙。工程从荥阳开始，一直向东延伸，跨越整个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直到千城入海口，战线长达1000多里。数十万民工被分成了无数个工作小组，分布在这1000多里的泥泞河滩上。他们拿着铁锹、锄头和柳筐，顶着烈日和风雨，在齐腰深的水里打木桩，一筐一筐地往河岸上挑土。刘庄坐在洛阳宫里，每天都要看黄河前线送来的施工进度报表。今天修了多少里堤坝，用掉了多少方土石，花了多少粮食，哪个环节慢了，刘庄的诏书立刻就追过去，
质问负责的官员，王景不仅要带着几十万人干苦力，还要解决一个技术难题。黄河水脾气大，夏天汛期一来，水流湍急。如果只是简单的修2道土墙，把水夹在中间，洪水一涨，堤坝照样被冲垮。王景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缓冲系统，他在新修的黄河大堤上每隔10里就修建一个水门，水门的作用就是调节水流。到了汛期，黄河水位暴涨，水流会对大堤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这时候就打开一部分水门，让洪水流进预先设定好的分洪区，减轻主河道的压力。等到洪水退了，再把水门关上，这就像是给黄河安装了无数个减压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河水直接冲刷土堤，王景还让人在水流最急的地方，用石头和木桩编织成巨大的护坡，牢牢地固定在堤坝的迎水面上。1000多里的大堤，每隔10里一个水门，几十万人的肩膀硬生生在平原上挑出了一条人工长城。这个工程量即使放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啧舌的。在刘庄这种不计成本的资源投入和毫不留情的督工下，奇迹出现了。这可是搁置了60多年的烂摊子，换了别的朝代，光是扯皮、立项、筹款就得磨蹭好几年。但王景带着他的治水大军只用了1年时间。永平13年夏4月，汴渠城1年，奔腾肆虐了60多年的黄河洪水被王景驯服了，浑浊的河水乖乖地回到了新修的河道里，顺着1000多里的坚固大堤平稳地流向大海。汴渠的水流也重新清澈起来，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再次打通。原本泡在水里的兖州、豫州大片土地重新露出了水面，老百姓欢天喜地地回到家乡，种下了几十年来第一茬冬小麦。大汉的粮仓开始慢慢充实起来。这绝不是一个为了粉饰太平搞出来的面子工程，也不是糊弄皇帝的豆腐渣项目。王景修的这条黄河大堤，质量硬得超乎想象。自从永平13年工程完工后，黄河这条著名的脾气暴躁的母亲河，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在之后的800多年里，经历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两晋南北朝的战乱，一直到唐朝灭亡后的5代十国时期，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改道。这800年的安澜，保住了中原王朝的经济命脉，也让无数百姓免受了流离失所的苦难。这是中国水利史上一座丰碑，也是汉明帝刘庄执政生涯里最硬核的一份成绩单。中原大地终于等来了丰收的季节，治水成功，刘庄在洛阳宫里的威望达到了顶点，群臣在朝堂上战战兢兢，没人敢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假账。大汉帝国的齿轮按照这位卷王设定的频率高速且平稳地转动着。但这只是表面，在刘庄那个因为常年熬夜批公文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不仅有冰冷的数据，还有深深的猜忌。工作狂往往缺乏安全感，刘庄不仅对大臣狠，对自己的亲戚防备得更狠，特别是那些手握封地、养着门客的同姓诸侯王。刘秀当年封王，因为开国元勋多，加上地方豪强势力大，所以给同姓诸侯王的待遇都不错。这些王爷们在自己的封国里收着税，养着人，日子过得比洛阳宫里那个天天挨板子的尚书舒服多了。在这些王爷里，最让刘庄感到扎眼的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刘英被封在彭城，这是个敏感的地方。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民风剽悍，游侠成群。刘英这个人是个典型的缝合怪，他不爱读儒家的经典，偏偏喜欢搞些旁门左道。他有2个最大的爱好，第一是结交江湖游侠。在汉代，游侠可不是什么大侠，说白了就是地方上的黑恶势力，黑帮头子，或者是愿意拿钱卖命的刺客。
刘英在楚王宫里养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第二是迷信，他不仅养了一批炼丹画符的方式，天天琢磨怎么长生不老或者看相算命。他甚至还在楚国供奉起了当时刚刚传入中国没多久的佛祖。刘英把黄老之术和佛教混在一起拜，这也是中国正史里关于贵族信佛最早的记载。史书记载他颂黄老之威严，上浮屠之仁慈。一个手握重镇的亲王，家里养着黑帮分子，身边围着算命先生，还拜着外来的神仙，这组合怎么看怎么邪门。刘庄在洛阳通过遍布全国的情报系统，把刘英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但在没有抓到确凿把柄之前，刘庄不动声色。他甚至在之前的几年里还经常下诏赏赐刘英，显得兄弟情深。这其实是在等刘英自己犯错。终于到了永平13年，也就是王景刚刚修完黄河的那一年，一封加急的告密信从彭城送到了洛阳尚书台，摆在了刘庄的御案上。写信的人是楚国的一个小官，信上的内容很简单，但字字诛心。楚王刘英私底下招募死士，并且让人伪造了天子的玉玺和金印。他还让那些方士看图称算卦，散布自己有皇帝之相的谣言，图谋造反。私刻公章加算卦，在汉代这就是铁板钉钉的谋反大罪。刘庄看着这封信，一般皇帝收到亲王造反的密报，第一反应肯定是勃然大怒，立刻派大军去把楚国围了，把楚王抓来洛阳凌迟处死。但刘庄没有这么做，他是个玩心理战的高手，直接派兵去抓。动静太大，万一刘英狗急跳墙，在彭城那个民风彪悍的地方真闹出兵变，反而麻烦。他选择了一手极其阴冷的钓鱼执法。刘庄没有发兵，而是让三公和廷尉一起出面，先给定个调子。三公上奏说楚王刘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按照大汉律法应该斩首示众，诛灭全家。就在群臣以为刘英死定了的时候，刘庄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上写得非常宽宏大量，楚王刘英，朕的亲兄弟，他平时就喜欢招惹那些方士，脑子糊涂了才干出这种荒唐事。朕实在不忍心杀他，剥夺他楚王的爵位，废为平民，给他留500户的食邑，流放到丹阳郡去吧。群臣一看，皇帝这是念及骨肉亲情啊，不愧是仁义之君。但这只是表象，刘英接到圣旨，被剥夺了王位，赶出彭城。在押送去丹阳的路上，他回味着整个事件的过程，越想越不对劲。他太了解自己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哥哥了，那是连上书写错个字都要脱裤子打板子的狠人，怎么可能对一个私刻天子印信的亲王网开一面？刘英在流放的路上越走越害怕，这分明是软刀子割肉，先剥夺了你的权力和武装，把你变成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平民，等到了丹阳，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半路上一碗毒酒就能要了自己的命。恐惧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刘英的内心。流放的车队刚走到泾县，刘英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与其每天担惊受怕等死，不如自己动手。刘英在流放地上吊自杀，消息传回洛阳，刘庄在朝堂上叹了口气，下令以诸侯王的礼仪安葬刘英。在所有人看来，楚王刘英谋反案随着主犯的畏罪自杀，到此就应该结案了。但他们完全低估了刘庄要把这件事情追查到底的决心。刘英死了，这只是一盘大棋的开局。刘庄真正要拔除的是隐藏在刘英背后遍布各地的游侠豪强和那些不安分的方式网络。他要借着这个由头，对大汉帝国的地下势力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刘庄派出了他手下最冷酷的查案官员，直接接管了楚国。诏狱的大门在洛阳和彭城同时打开，第一批被抓进大狱的
是刘英养在楚王宫里的那些游侠门客和算命方式。在古代的诏狱里，没有什么无罪推定，也没有律师辩护，进去就是上刑具。汉代的刑罚种类繁多，夹棍鞭子都是轻的。这帮游侠平时在街头仗剑走天涯，觉得一死而已，但进了诏狱，面对那些专业的酷吏和残酷的刑具，没几个人能扛得住。血肉模糊之下，心理防线很快就被摧毁了。酷吏的要求很简单，招供，除了你自己，楚王还有哪些同党？为了停止这无法忍受的肉体折磨，犯人们开始乱咬，认识的、不认识的，吃过一次饭的，或者只是在街上打过招呼的，只要是犯人脑子里能想起来的名字，为了活命或者少挨几下打，不管3721，全部说了出来。廷尉府的文书坐在火把下飞快地记录着这些名字，这份名单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案子不是查了几个月，而是查了整整好几年。廷尉府的提旗就像不知疲倦的猎犬，拿着越来越长的名单在全国各地抓人，雪球越滚越大，牵连的范围也从市井游侠一路向上烧，烧穿了东汉官场的顶层建筑。一开始被抓的还只是彭城周边的豪强和地方官，后来有些受刑不过的犯人为了活命，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更有权势的人。我要举报，淮阳王刘岩也参与了。一个犯人在酷刑下喊出了这个名字，淮阳王刘岩，那是刘庄的另一个亲兄弟。就因为犯人的一句口供，刘庄二话没说，直接派人把淮阳国的属官全部抓进京城审问，最后把刘岩从王爵贬为了抚陵侯。但这还不算完，火势继续蔓延，列侯、刺史、太守，这些平时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的封疆大吏，只要名字出现在那份名单上，第二天就会变成阶下囚。大汉的诏狱彻底爆满了，洛阳的几座大牢里塞满了被铁链锁着的官员、儒生、游侠和平民。牢房里空气浑浊，每天都充斥着皮鞭抽打的闷响和犯人凄厉的惨叫。廷尉审案的逻辑非常简单，只要你被抓进来，就一定有罪，你不承认，那就是打得不够。每天清晨，狱卒都会从牢房里拖出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扔到城外的乱葬岗。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要么在供状上画押认罪，被押赴刑场斩首，要么被带上沉重的枷锁，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被流放到荒凉的交趾或者西北边疆。这场大狱到底牵连了多少人？《后汉书》里给出了一个冷冰冰却令人头皮发麻的数字，死者以千数，后来甚至扩大到了连坐者数万人。数万人，这已经不是在查案了，这是在对整个大汉帝国的官僚集团和地方势力进行一场物理意义上的大换血。整个东汉的官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早朝时分，百官站在大殿上，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大家用余光互相打量，谁也不知道旁边站着的同僚明天还能不能来上班，更没人敢站出来为那些被牵连的人说一句话。因为皇帝现在就是一头杀红了眼的暴龙，谁敢在这个时候去触眉头，谁的名字就会立刻出现在廷尉的抓捕名单上。满朝文武血若寒蝉。就在这股血腥气几乎要让整个洛阳城窒息的时候，后宫里站出来了一个人，她是汉明帝刘庄的妻子，大汉的国母马皇后。马皇后的背景不简单，她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马援呢，是为大汉立过赫赫战功的老将，按理说作为名将之女，又是当朝皇后，马皇后的日子应该过得相当奢华。但这位马皇后是个异类，她跟刘庄一样是个反常规的存在。刘庄是个强迫症、工作狂，马皇后是个自我克制的道德楷模。
她贵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但平时的穿着打扮简直比洛阳城里的富户还要寒酸。她从来不穿那些颜色鲜艳、质地轻柔的绫罗绸缎，日常只穿最普通的大链一种粗糙的白色丝帛，甚至连裙角都不加修饰。后宫的妃嫔们来给她请安，远远看去还以为是哪个老宫女，走近了一看才发现是皇后。不仅自己节俭，她对待娘家人更是苛刻。刘庄好几次想提拔马皇后的几个兄弟当大官，封侯爵。在别的朝代，外戚巴不得皇帝封官，但在马皇后这里，她每次都死死拦住，坚决不让娘家人干政。她知道外戚权力太大，最后必然招来杀身之祸。就是这样一个平时安分守己、穿着粗布衣服的女人，在所有大臣都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候，她拿着那份沾满了鲜血的株连名单走进了刘庄的书房。这天，刘庄刚批完一堆廷尉送来的死刑判决书，脸色铁青。马皇后走到刘庄面前，没有像往常那样行礼后退下，而是直接跪了下去。刘庄皱了皱眉：“皇后这是干什么？”马皇后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泪水。她没有指责皇帝残暴，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她直接拿起了桌上的一份卷宗，指着上面的供词，开始跟这位精于算账的皇帝讲起了最基础的办案逻辑。陛下，您看看这份口供。马皇后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吐字清晰。这个人在狱中受了极刑，他供出来的同党，有的是他在京城的邻居，有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商人。这些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楚王，怎么可能参与谋反？还有这个，因为曾经借过楚王府里一个门客的钱，就被廷尉定为同谋，全家流放。这符合大汉的律法吗？马皇后看着刘庄的眼睛：“陛下，诏狱里的审讯全靠严刑拷打，犯人为了求生胡乱攀咬，现在牵连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数万。如果再这么杀下去，天下人谁还敢安居乐业？大汉的元气就要被折腾光了。”啊！他重重地把头磕在青砖地上：“臣妾恳请陛下明察秋毫，停止株连。”书房里安静得可怕。刘庄看着跪在地上穿着一身粗糙白绢的妻子，换了任何一个大臣敢这么跟他说话，刘庄肯定当场叫人拖出去打棍子了。但面对马皇后，刘庄那颗被猜忌和杀戮填满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知道马皇后说的是对的，廷尉为了迎合他除恶务尽的心思，办案早就超出了理性的边界。这场由一封告密信引发的大狱，确实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那个在朝堂上挥舞着竹棍、不可一世的暴躁皇帝，最终还是没能硬下心肠。他叹了口气，伸手把马皇后扶了起来：“朕知道了，皇后不用再说了。”第二天，一道诏书从洛阳宫发出，传达到廷尉府和全国各地。楚王刘英谋反案就此结案，所有还未审理的嫌疑人只要没有确凿证据一律释放，所有因攀咬而被捕的官员、平民不再追究。廷尉府里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终于停歇了。诏狱的大门打开，那些瘦骨嶙峋、以为自己死定了的犯人们互相搀扶着走在洛阳街头，看着久违的太阳抱头痛哭。洛阳城的血腥味渐渐散去，朝堂上那些幸存的官员们回到家，关起门来，偷偷擦去额头上的冷汗，庆幸自己的脑袋还好好的长在脖子上。这场持续了数年的政治大清洗，以马皇后的几滴眼泪为代价，被强行踩下了一脚刹车。刘庄在这场杀戮中彻底扫清了地方上可能威胁皇权的隐患，也把整个官僚集团的敬畏心打到了极点。白天他继续当他的工作狂，继续在朝堂上查账本、打板子，直到有一天夜晚，在刚刚平息了楚王大狱的洛阳宫里，刘庄睡着了。
在那个梦里，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个高大、散发着金光的人影出现在了宫殿的上方。这个梦将会改变中国此后2000年的文化走向。这不是什么真龙附体的政治迷信梦。在梦里，刘庄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这人浑身上下呈现出一种耀眼的黄金色，身高丈6，脖子后面还自带一圈闪闪发光的白晕。这个金人也没有说话，就绕着洛阳宫的殿前广场在半空中慢悠悠地飞来飞去。第二天清晨，洛阳的早朝按时开始，百官们像往常一样，在宽大的袍袖里攥着满手冷汗，脑子里疯狂复习着各自辖区的数据，生怕皇帝查账。但今天刘庄没有开口问南阳郡的冬小麦产量，也没有问太仓里的存粮。他坐在龙椅上，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朕昨晚梦见一个神仙，浑身是金色的，头顶发光，还能在天上飞。你们谁能在档案里查查这是哪路神仙？群臣面面相觑，心跳加速。在汉明帝的朝堂上回答问题是一门拿命做赌注的艺术。如果这是皇帝搞的一场钓鱼测验，谁敢乱答，下朝就得去廷尉府里脱裤子挨板子。这时候，人群中站出来一个人，这人叫傅毅，官职是郎中。郎中是皇宫里的侍卫兼后备干部。傅毅平时的工作就是看书，是个饱学之士。大汉朝的活体百科全书，傅毅脑子转得飞快。他把先秦的古籍《山海经》里的怪物，还有各地送来的奇闻异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突然想起了楚王刘英以前在彭城搞的那些活动，还有西域商人们在洛阳集市上吹的牛皮。傅毅整理了一下朝服，恭恭敬敬地回答：回陛下，臣听说在遥远的西方天竺国那边有一个得道的神，那个神的名字叫做佛，据说他的塑像就是金色的，还能在空中飞行。陛下梦到的大概就是这位西方的佛。这本来只是个早朝上的小插曲，换做别的皇帝听完可能点点头，感叹一句原来如此，然后该干嘛干嘛。但刘庄不是一般的皇帝，刘庄身上有一种令人生畏的行政执行力，他这个人眼里看不得模糊地带。既然知道了西方有个叫佛的东西，而且还跑到了自己的梦里，那就不能是一笔糊涂账。他必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立项、考察、带回实物、入库登记。这就好比一个现代企业的 CEO 听到底下人汇报说海外有个新技术， CEO 立刻拍板，马上成立一个项目组去海外考察，把技术图纸和专家给我挖回来。就在当天的早朝上，刘庄下发了人事任命，他指派郎中蔡桓、博士弟子秦景、王尊等10几个政府公务员组建了一个大汉官方海外采购使团。任务指标非常明确，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往西，去天竺国寻找这位佛，把他的学说和经书带回洛阳。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永平求法，后世的佛教徒把这件事描绘得神圣庄严，仿佛大汉天子受到了感召，派人去西天取经。但如果你站在汉代官僚系统的运作逻辑来看，这就是一次苦差事。蔡衮和秦景拿着通关的符节，带着几10匹骆驼和干粮出了玉门关。这可不是旅游，一路上要翻越冰雪覆盖的葱岭，要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死亡之海，还要和西域各国的地头蛇打交道。大汉的公务员们在风沙里吃尽了苦头，没有 GPS， 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能逢人便问：你们这里有佛吗？几年之后，当朝堂上的官员们都快忘了这茬事的时候，大汉的海外采购团回来了。蔡桓和秦景这帮人个个晒得像黑炭，胡子拉碴，但总算完成了皇帝交办的 KPI，
他们带回了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果。第一，硬件设施一尊释迦牟尼的佛像；第二，软件资料一部名为42章经的佛教经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外籍技术专家他们从大月市请回了2位精通佛法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由于经书和佛像比较重，采购团在西域买了一匹白马，让白马驮着这些外来物资一路颠簸，走进了洛阳城的雍门。刘庄接见了这2位外籍专家，看了佛像，翻了翻那些写在树叶上满是梵文的贝叶经，听翻译汇报了42章经里那些教人清心寡欲的理论。刘庄点了点头，采购任务完成的不错，账目对得上。既然人请来了，经书也带回来了，那就得安排个地方办公。在汉代的行政编制里，外交接待工作归大红管，接待外国宾客的办事处叫红公司。注意，在汉代，寺这个字和烧香拜佛没有半点关系，它是一个纯粹的国家行政机关单位的名字。比如掌管皇室车马的叫太仆寺，掌管司法案件的叫大理寺，寺就是大汉帝国的国家部委、办公大楼。刘庄是个讲规矩的人，既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是国家请来的外国学者，那就应该享受外宾待遇。他在洛阳城雍门外划了一块地，按照天竺国建筑的样式，专门给这2位高僧盖了一栋新的国家办公大楼，让他们在里面安心的把梵文翻译成汉字。为了纪念那匹驮着经书一路走来的白马，刘庄大笔一挥，给这个新成立的翻译局兼外宾招待所定了个名字：白马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庙，后世的文人墨客和善男信女赋予了白马寺无尽的神圣光环。但如果扒开宗教的外衣，回到东汉永平年间的那个时间节点，你会发现事情的本质非常平淡，这根本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全国宗教大觉醒。在这位精打细算的汉明帝眼里，他没有把佛教捧上神坛，也没有下令全国百姓烧香吃素，他只是动用了大汉帝国的行政力量，完成了一次海外图书采购，引进了2本外文书，并给2个外国学者安排了事业编的办公场所，仅此而已。在洛阳宫的朝堂上，官员们依然每天战战兢兢地背诵着人口和钱粮的数据，廷尉府的皮鞭依然挂在墙上，威慑着每一个企图贪污造假的地方官。大汉帝国的运转逻辑丝毫没有因为这2位高僧的到来而改变。佛教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并演变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力量，那是几百年后南北朝时期的事情了。在当时的刘庄看来，引进佛法和派王景去修黄河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治国理政的一个小插曲。工程完工了，外籍专家也安置好了，账本上的烂账也被廷尉府用血洗得干干净净，夕阳西下。白马寺的第1声钟声在洛阳城外的旷野上悠悠地敲响，钟声穿过城墙，飘进了洛阳宫的大殿。刘庄站在大殿的台阶上，听着这来自异国他乡的钟声，他并没有出家为僧的冲动，也没有双手合十去祈求佛祖保佑大汉江山永固，他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城外寺庙的屋顶，然后他转过头，把冷峻的视线投向了洛阳城以北的万里黄沙。那里是匈奴人的地盘。大汉建国60年，但提起北方的边境，朝堂上的官员们总觉得有些气短。光武帝刘秀当年忙着平定内乱，对匈奴采取的是退让防守的策略。虽然匈奴后来分裂成了南北2部，南匈奴归降了汉朝，但盘踞在漠北的北匈奴依然是个大麻烦。他们不仅控制着西域的几10个国家，切断了丝绸之路的油水，还时不时地越过长城到河西走廊抢夺人口和牛羊。大汉的边防军大部分时间只能躲在烽火台里被动挨打。刘庄在洛阳当了10几年查账的老板，
国库里的铜钱串子都生锈了，太仓里的粮食堆到了房顶，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他拿出地图，用毛笔在河西走廊和西域的位置上画了个圈。作为大汉的 CEO， 刘庄算账是很现实的。每年为了防备匈奴，长城沿线的戍边费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被动防守等于在长城脚下开个无底洞，年年往里填钱填命，收益却是个零。防守的成本永远大于主动出击。只要把北匈奴打跑，把西域重新纳入大汉的版图，丝绸之路的关税收入就能覆盖掉军费，长城沿线也能真正太平。在朝堂上，刘庄抛出了要出兵打匈奴的计划，习惯了安稳日子的尚书们和三公们立刻跳出来反对，理由无非是劳民伤财，兵凶战危，光武皇帝都不打，陛下您也别折腾了。刘庄根本没给他们继续辩论的机会。国库里的钱是朕一分一厘查出来的，怎么花朕说了算。他像以前批改公文一样，直接签发了征调令。公元73年，永平16年的春天，洛阳的教场上战马嘶鸣。大汉帝国这部休眠了几十年的战争机器，在刘庄这台高压发动机的驱动下轰然启动。刘庄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调集了边疆的精锐、汉军归附的南匈奴骑兵，以及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雇佣军。大军兵分4路，浩浩荡荡地开出长城，像4把尖刀直插大漠。这4路大军配置很讲究，太仆纪斐和度辽将军吴唐带着1万多骑兵出高阙塞，这是去抄匈奴老底的。骑都尉来苗和护乌桓校尉文穆带兵出平城，驸马都尉耿炳和骑都尉秦鹏带兵出张掖的居延海。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也是打得最硬的一路，是奉车都尉窦固和骑都尉耿忠带兵出酒泉。窦固也是个外戚，但他跟那些只会吃软饭的外戚不一样，他祖上是汉初名将，骨子里有打仗的基因。4路大军深入大漠，匈奴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对沙漠的地形太熟悉了。一听说汉军主力出动，北匈奴的单于立刻采取了他们最擅长的战术跑，惹不起躲得起。匈奴单于带着部落和牛羊一溜烟撤到了漠北深处。纪飞、来苗、耿炳这3路大军在沙漠里转悠了几千里，连匈奴单于的影子都没摸着，干粮吃完只能原路返回。按照战前部署，纪飞和南匈奴左贤王信需要到达捉斜山。由于左贤王当初和纪飞有仇，走出高阙塞900多里见到一座小山，就谎称说是捉斜山，纪飞因此受骗。按照军法，纪飞被判斗留畏敌，投入监狱免官。出狱几天后吐血而死，前3路大军相当于扑了个空。但窦固这一路却结结实实地咬住了猎物。窦固带着12000名骑兵从酒泉出发，穿过风沙漫天的戈壁，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天山。在天山脚下，窦固遭遇了北匈奴的呼延王。呼延王是北匈奴在西域的代理人，手里握着重兵，平时在西域各国面前作威作福。他没料到汉军敢打到天山来。在天山南麓的草滩上，两军拉开了阵势，没有演义小说里的主将单挑，只有冷兵器时代最残酷的方阵和骑兵冲锋。大汉骑兵配备了精良的环手刀和强弩，战斗一打响，汉军的强弩在100步之外就射穿了匈奴骑兵的皮甲。紧接着汉军铁骑像一堵移动的钢铁之墙，狠狠撞进了匈奴人的阵型里。这是积压了几十年的国力在战术层面上的爆发。呼延王的军队根本挡不住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正规军的绞杀，阵型瞬间崩溃。窦固没有给呼延王喘息的机会，他挥军掩杀，一路追着匈奴的残兵败将跑，从天山一直追到了蒲类海，今天的新疆巴里坤湖。在蒲类海畔，
呼延王的主力被全歼，留下了一地的尸体和数不清的牛羊战马。呼延王带着几个亲兵，狼狈地逃进了更深的沙漠。这场天山大捷不仅洗刷了汉军几十年的憋屈，更打断了北匈奴伸向西域的一条胳膊。但窦固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将领，他知道打赢一场仗不难，难的是如何保住胜利果实。如果汉军打完就撤回酒泉，匈奴人等冬天一过，又会重新占领这里。为了在西域这盘大棋上落下石子，窦固做了一个决定。他在新疆的伊吾卢停了下来。伊吾卢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咽喉要道，也是沙漠里的一片大绿洲，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窦固没有撤军，他上书刘庄请求在伊吾卢设立夷河都尉。夷河就是适宜种庄稼。窦固留下了几千名士兵，脱下铠甲，拿起锄头，在伊吾卢屯田。这招叫一手拿刀，一手拿镐。大汉的军队不仅要在这里驻扎，还要自己种粮食养活自己。不靠后方运粮，就等于在这个干旱的沙漠咽喉上定下了一颗永久且拔不掉的钢铁钉子。有了伊吾卢这个跳板和粮仓，大汉的军队进可以深入西域，退可以扼守长城。洛阳宫里的刘庄看到这份前线军报，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他大手一挥，批准了窦固的屯田计划。与此同时，在窦固的帐下，有一个担任假司马的年轻人，也在这场战役中露了脸。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洛阳城里帮官府抄书的打工人，后来嫌抄书没前途，把笔一扔，跑来边疆从军，也就是著名的投笔从戎。他叫班超，窦固看班超是个可用之才，在天山大捷之后，就给了班超36个士兵，让他去出使西域的鄯善国。班超带着这36个壮士，在鄯善国的驿站里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趁着黑夜，用火攻加上白刃战，直接把同样来拉拢鄯善国的匈奴使团100多号人全部物理超度了。鄯善国国王吓得瑟瑟发抖，当场宣布脱离匈奴，重新归顺大汉。班超的这波操作不费朝廷一兵一卒，就在西域内部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这让刘庄看到了彻底收复西域的希望。第2年，刘庄再次下诏，任命陈穆为西域都护，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治动作。要知道，自从王莽篡汉，天下大乱以来，大汉在西域设立的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都护，已经中断了整整65年。这65年里，西域诸国被匈奴人当成提款机，受尽了欺凌。现在，大汉的官员带着印信和军队重新踏上了这片土地。西域诸国看着伊吾卢屯田的汉军，看着班超手里带血的刀，纷纷低下头颅，重新向着东方的长安和洛阳称臣纳贡。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丝绸之路再次打通，驼铃声重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响起，大汉的军旗在风沙中猎猎作响，重新插在了西域的黄土城墙上。消息传回洛阳，刘庄坐在堆满公文的书房里，他的腰板依然挺得笔直。他查了10几年的仗，打了无数廷尉的板子，用几十万人的血汗修了黄河，又用一场残酷的大狱清洗了官场。他背负了刻薄寡恩的骂名，但现在国库充盈，黄河安澜，西域回归，匈奴远遁。他看着手里的那份西域都护府重新挂牌的军报，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见地下那位堪称完美的父亲了。他没有把大汉公司搞垮，他不仅守住了家业，还把公司的市值翻了一番。但此时刘庄猛地咳嗽了一阵，他拿开捂在嘴上的手帕，发现上面带着一丝刺眼的鲜血。多年的熬夜，极度紧绷的神经，以及那台他亲手打造且一刻也不允许停歇的国家机器，已经把这个不到50岁的男人彻底榨干了。
大汉帝国的账本，他快要看不清了。公元75年，永平18年的夏天，48岁的汉明帝刘庄病倒了。在这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代，48岁也算不上夭折，但对于一个手里捏着天下大权，正准备继续扩大版图的帝国 CEO 来说，这个年纪确实有点不甘心。邮箱里的邮件底了，钢体也烧出了裂痕，太医们在龙床前跪了一地，开出的药方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股生命力还是像沙子一样从刘庄的指缝里无可挽回地流走。皇帝快不行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的官僚圈子。尚书台里的官员们在处理公文时互相交换着复杂的眼神，有担忧的，毕竟国家这台大机器习惯了刘庄的架势，但更多的人心底里悄悄松了一口气。那个随时准备把他们拖出去打棍子的阎王，终于要走了。按照汉代的规矩，皇帝一死，礼部和太常寺的官员们就要开始忙活了。这可是国家第一等的大事。首先是皇陵，皇帝的陵墓一般从登基就开始修，不仅要规模宏大，里面还要塞满金玉珠宝、丝绸、车马，好让皇帝在地下继续享受。其次是建庙，在两汉时期，皇帝死后为了彰显功绩，后代必须在京城或者皇陵旁边专门为他建一座独立且宏伟的宗庙。逢年过节，全国各地官员都要把祭品运到这里来祭祀。建庙的花费往往是个天文数字。最后是国丧，各地诸侯王、刺史、太守都要放下手头的工作，穿着校服，带着庞大的随从队伍和厚重的奠仪，日夜兼程赶到洛阳奔丧，一路上吃喝拉撒，接待费用全得地方财政和沿途百姓承担。在官员们看来，汉明帝虽然平时抠门，但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帝王，死了之后该有的排场总不能少吧。他们完全低估了刘庄把算账这件事刻进骨子里的执念。刘庄躺在病榻上，感觉大限将至。他没有像某些历史上的皇帝那样临死前疯狂炼丹求长生，也没有交代后宫嫔妃怎么给他陪葬。他强撑着坐起来，让身边的宦官拿来笔和当时刚开始普及的纸张，他要立遗诏。这份遗诏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耀自己治水和打匈奴的功绩，通篇看下来就像是一个守财奴临死前给败家儿子写的防骗指南，处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的算计。遗诏的第一条就把主管礼仪的官员惊出了冷汗。吴起寝庙，刘庄下令，我死之后绝对不准给我单独建庙，不仅在洛阳不准建，在各地的郡国也不准建。那皇帝的牌位放哪儿？刘庄指了一条路，直接把我的神主牌位塞进我爹光武帝的庙里，以后每年祭祀我爹的时候顺便给我上炷香就行了，不要增加额外的祭坛，更不要增加每天祭祀的饭菜数量。后汉书记载，葬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在讲究视死如生和宗法等级的汉代，一个有大功的皇帝主动要求不建寝庙，去跟父亲挤一个神龛，这简直是反传统的。但这省下了修建大型宫殿和日常维护的巨额开支。第二条，关于入殓的衣服和陪葬品，刘庄规定，我穿的寿衣不用什么名贵的丝绸，就用平准机构仓库里最粗糙的布料，甚至连衣服上的花边和丝带都不要。装殓的棺材不要用名贵的木材，木板只要能定合就行。至于陪葬品，刘庄在遗诏里写得清清楚楚，坟墓的规模要尽量小，墓室里不准放任何金银、铜器、玉器，只准放一些陶瓦做的小物件。第三条，关于国丧的流程，刘庄深知地方官进京奔丧是个多大的劳民伤财的工程，他下令天下所有的刺史、2000尺以上的太守以及封在各地的诸侯王，一个都不准离开驻地去洛阳吊丧。不仅不准来，
各地官府在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后，哀悼的仪式也必须从简，绝不能因为搞国丧而耽误了老百姓种地。这份遗诏一出，大汉的官员们算是彻底服气了。这哪里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这分明是一个连死了都要查一查棺材板花了多少钱的铁公鸡。很多人不理解，刘庄活着的时候明明是个敢下血本的人啊，他为了修黄河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砸进去上百亿的钱粮，为了打匈奴几十万大军的军费他也照付不误，为什么临到自己死了却连一件体面的丝绸衣服都不舍得穿？这其实是刘庄性格的终极闭环。在他眼里，钱只能花在刀刃上，修黄河能保住中原的粮仓，打匈奴能保住丝绸之路和边境的安宁，这叫投资。而给自己修豪华陵墓、建气派的寝庙，让成千上万的官员来哭灵，这除了满足虚荣心，对大汉帝国的国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升，这叫浪费。对于一个强迫症患者和 KPI 狂魔来说，任何没有产出回报的浪费都是犯罪。8月初6，刘庄在洛阳东宫的前殿停止了呼吸。这个一生都在挥舞着竹棍，查着账本，逼着整个国家机器高速运转的男人，终于闭上了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把一个没有大规模内乱、黄河不再决口、国库充盈到堆积如山、连西域都重新纳入版图的庞大帝国，交给了他的儿子后来的汉章帝刘坦。刘坦是个脾气温和的人，史称长者。东汉的历史即将进入一个相对宽容、文化繁荣的明章之治的下半场。而在刘庄驾崩的这几天里，由于那份苛刻的遗诏，洛阳城内外并没有举行多么隆重的国丧，街道上没有地方官浩浩荡荡的吊唁队伍，皇陵的工地上也没有征发数十万民夫，一切都显得有些平静。在上书台的大殿里，那些刚换上校服的高级官员们看着那张空荡荡的龙椅，有人在抹眼泪，但更多的人在走出大殿的那一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汉的官场以后总算能稍微喘口气，不用每天背数据了。刘庄死了，穿着粗布衣服挤进了他爹光武帝的庙里。按理说，一个皇帝生前干了修黄河、打匈奴这种硬核的政绩，死后在史书上的评价怎么也得是个千古一帝的标配。但你翻开后世的史书，关于汉明帝刘庄的评价却充满了极其拧巴的分裂感。写史书的都是文人士大夫，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帮人的价值观里，最完美的老板应该是像周文王或者是光武帝刘秀那样宽厚仁慈，没事跟大臣聊聊诗词歌赋，就算底下人犯了点错，也能微笑着说一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叫王道，叫儒家圣主。而在他们眼里，刘庄是个什么人？苛刻、失之于言、察察为明。这些词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人刻薄寡恩，天天拿着放大镜挑毛病，根本没有一点当老大的胸襟。文官集团恨刘庄太正常了。你想想，大家都是饱读诗书的精英，结果因为报表上的一个数字没对上，或者办事效率慢了点，就被卫士按在地上扒了裤子打板子。更可怕的是碰上个楚王谋反案，靠着口供就能把数万官员和平民送进刑场和流放地，这谁受得了？在文人的笔下，刘庄就是个挥舞着大棒的暴躁老农，虽然干了点农活，但脾气太臭，不讲究体面。但历史从来不是只看朝堂上的口碑，评判一个皇帝的真正标准不在大殿的青砖上，而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如果我们合上那些文人写的评价，去翻开大汉帝国的账本，去看看刘庄执政这18年留下的硬核数据，你会发现刘庄那些被骂作苛政的手段换来了什么？汉代有个极其重要的数据指标，户口数。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增长直接反映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度。
光武帝刘秀驾崩的那一年，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和休养生息，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大概是2100多万。而在汉明帝刘庄驾崩的那一年，公元75年，短短18年时间，全国的人口暴涨到了3400多万，人口增加了10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不用被强行拉去打内战，生了孩子能养得活。黄河在王景的治理下安静地流淌在坚固的大堤里，中原的粮仓年年丰收。窦固的骑兵在天山脚下打跑了北匈奴，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源源不断地把财富运进洛阳。而在洛阳的朝堂上，因为皇帝每天拿着棍子盯 KPI， 地方官不敢贪污赈灾的粮食，不敢随意增加老百姓的赋税。大汉的国库因为这种高压管理而满意，而老百姓的米缸也跟着沾了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章之治的前半场。文官觉得刘庄是个暴君，但老百姓觉得这个时代挺好，至少不用在泥水里捞虾，不用担心匈奴人的弯刀，也不用怕地方官的盘剥，因为他们知道在洛阳宫里有一个比地方官更狠的人在盯着账本。刘庄把一生的精力都耗在了这台国家机器的微操上，他以为自己留下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只要后代照着做，大汉就能永远繁荣。但他忘了一件事，这种把所有人当机器，靠着皇帝极度充沛的精力和残暴的手腕来维持的高效是不可复制的。刘庄死后，他的儿子汉章帝刘腾接了班。刘腾上台后，底下的大臣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新皇帝不打人了，不天天查账了，官员们犯了错，皇帝也会温和地批评两句就算了。朝堂上的气氛终于恢复了文人们期待的那种体面和仁爱。结果呢？失去了那根随时会落在屁股上的竹棍，失去了那个天天晚上熬夜查数据的变态老板，庞大而臃肿的封建官僚系统那种贪婪腐败、结党营私的本性，立刻就像野草一样疯狂地长了出来。不仅如此，刘粲因为性格宽厚，对老婆一家人非常好。他老婆是窦皇后，结果外戚窦家在汉章帝时期迅速崛起，掌握了大权。从这以后，东汉的历史就开始了一场长达100年的噩梦。外戚和宦官轮流干政，皇帝成了傀儡，朝廷乌烟瘴气，老百姓民不聊生，直到最后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如果站在东汉末年那个乱世去回望，人们也许才会猛然惊醒，原来汉明帝刘庄那种看似变态的、毫无感情的查查为名，那种在朝堂上直接动手的粗暴，其实是古代集权制度下对抗官僚集团腐败和地方势力膨胀唯一有效的防腐剂。他不是不懂宽厚，他是不敢宽厚，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如果不拿鞭子抽，就会立刻趴下吸食大汉帝国鲜血的恶狼。回望汉明帝刘庄这48年人生，你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传统帝王那种自带柔光滤镜的传奇色彩。他没有他老祖宗刘邦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流氓豪气，也没有他父亲光武帝刘秀在昆阳城下召唤陨石的耀眼光环。他是一个纯粹的，甚至是有点枯燥的实用主义者。如果要把他的一生具象化，他就像是大汉帝国里一台冰冷严密、高速运转的除草机。光武帝刘秀打下了江山，相当于开垦了一片荒地，撒下了大汉中兴的种子。但只要是地，只要时间一长，就一定会长出杂草。这些杂草是那些企图隐瞒土地、不交税的地方豪强，是那些坐在洛阳尚书台里磨洋工的文官，是那些仗着皇亲国戚身份在封国里养死士的诸侯王。杂草不除，庄稼就得死，大汉帝国的根基就会被慢慢吸干。面对这些盘根错节的杂草，刘庄没有选择讲道理，也没有选择用儒家的道德去感化它，直接拉响了除草机的引擎。
推着它在整个帝国的版图上无情地碾压过去。这台除草机的刀片，就是他那常人难以企及的数据记忆力，就是廷尉府里那些沾着血的刑具，更是洛阳朝堂上那根随时会落在高官屁股上的竹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上。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查账，把手下的官员逼成人肉计算器。他砸下国库的重金，调动几十万人去修一条前人不敢碰的黄河大堤。他冒着骨肉相残的恶名，用一场牵连数万人的楚王大狱，把帝国地下那些见不得光的势力连根拔起。他甚至连自己死了都不愿意浪费国家的一丝布料。一块好木头，在史官的笔下，他不仅刻薄，而且残暴。文官集团在竹简上留下了对他察察为名的冷嘲热讽。刘庄在乎这些骂名吗？他不在乎。作为一个合格的帝国 CEO， 他只看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他扛下了所有的骂名，把帝国的杂草搅得粉碎，把官僚体系里的水分挤得干干净净。他得罪了全天下的特权阶层，他做了一切遭人恨的脏活累活，只为了给他的后代留下一片干干净净、可以安稳种地的净土。这就叫暴君式的明君。他不讨喜，甚至让人害怕。可惜历史的规律总是冷酷的。刘庄用生命熬出来的这台高速机器，随着他的离去，终究还是慢慢生锈停摆。那些被他压制下去的杂草，在他宽厚的儿子和孙子手里重新长成了参天大树，最终压垮了这座名为东汉的大厦。但那已经是后人的故事了。对于刘庄来说，他在这48年的时间里，已经做完了他能做的一切。夜深了，属于汉明帝的时代，连同他那件粗糙的陪葬衣裳，早已深埋在洛阳的黄土之下。那些在朝堂上让人胆战心惊的竹棍，早已朽烂。廷尉府的血迹也已被雨水洗净，唯有白马寺的那一声钟声，依然在千年的岁月里穿越王朝的更迭，在神州大地上悠悠地回荡。历史上的权谋和杀戮总是显得那么沉重，而我们作为看客，在合上史书的那一刻，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平凡的生活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本账本，只是这本账上记录的不是天下的钱粮，而是我们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今夜，愿你的生活中少一点那些像汉明帝一样苛刻的凝视，少一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 KPI。愿你在面对自己的生活账本时，能多一份问心无愧的从容，多一份享受当下的自在。闭上眼睛，让那些白天里的烦恼都随着白马寺的钟声慢慢飘散。晚安，那个替整个帝国扛下脏活累活的微操大师。晚安，这个时代里每一个在深夜凝视自己生活账本的你。